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芳华。川习会真的要来了，但奇怪的是，宣布的不是北京，而是华盛顿。川普亲口证实，10月30号在韩国，他要与习近平正面交锋，可北京却装没听见，中共外交部避而不提，就像害怕提前曝光考题一样。外界怀疑习近平这一趟韩国之行不是出访，而是布局，因为这一次川普准备的问题比任何一次都狠。从稀土封锁、AI 晶片到台湾问题、贸易协议，每一页都是习的痛点。更糟的是，习近平手中的稀土王牌已经被反制。美国联合澳洲投资30亿美元建立新矿链，中共自以为能威胁全球的重磅炸弹，现在成了哑弹。就在同一时间，北京还押上了另一张地缘赌注——北极。中共和俄罗斯刚宣布开通所谓北极丝绸之路，这条滨海航线是对美国的宣战信号，也是习近平最后的逃生通道。问题是，这条路真能通往胜利，还是通往寒冷的深渊？一场新的中美对撞正在韩国、在北极、在全球的冰层下同时发生。中共党魁习近平将出访韩国，但中共至今还没有确认他与川普的会晤。相反，美国总统川普已经确认了在韩国与习近平的相会，并准备了很多足以让习头疼的问题。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是这样说的：应韩国总统李在明邀请，习近平将在10月30号到11月1号赴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故意没有提及习近平是否会与川普会面。美国白宫10月23号已经宣布，川普将出席 APEC 会议相关活动，并将在30号的上午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中共的故意忽略，似乎是一种另类的肢体语言，显露了中共的阴暗黑后、躲躲藏藏，与美国的光明磊落、阳光透明恰恰相反。中共四中全会刚刚结束，中共“15+5”规划似乎还散发着余温。这份规划强调了技术自主和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性，表明中美之间的竞争只会越来越激烈，没有缓和的余地。习近平的权力似乎也安全落地，风波过去，他可以继续在中华民族复兴的路上走下去，演绎他东升西降的叙事。华尔街日报10月24号报道，据接近中共决策层的人士称，习近平抛弃了中共传统的外交策略，专门针对川普制定了一套新策略。这个策略表现得更加战狼。每当川普政府对中共出手，习近平就会更强硬，以便在较量中占据优势，虚张声势，迷惑对方，让对方看不清自己的实力。在习近平看来，川普就是个自诩为交易大师的商人，在交易上尊重实力，而且一直想跟习近平保持良好关系，所以习要充分展示实力，不会让步。习近平自认为稀土管制是一颗重磅炸弹，这会摧毁美国以至西方经济，打乱手机、笔记型电脑、汽车、飞弹、军机等各种产品的生产。据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的新信条是中共的实力是一个必须接受的现实。习近平坚信稀土是他手中无可争议的王牌，可以借此让美国做出重大让步。不过习近平的策略可能适得其反，稀土并不是依靠技术创新得到的东西，完全没有技术含量，只是现代工业生产不可缺少的元素。对这种没有技术含量的东西实施禁运，违反了国际贸易规则，也违反了中共当时加入 WTO 的承诺，是中共自打耳光的无耻表现。通过中共一而再再而三的玩泥巴游戏，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一些盟友也认清了，中共就是世界秩序和国际规则的破坏者。西方正快马加鞭建立自己的供应链。就在这个星期，美国和澳洲宣布了对关键矿产领域投资30亿美元的计划，就是要削弱习近平的稀土王牌。
华尔街日报报道，继下周的韩国会晤之后，中共希望安排川普明年初访华，并最终促成习近平在2026年底访问美国。台湾问题是习近平与川普会谈的重中之重。在川普表露出对达成新经济协议的兴趣之际，习近平计划利用这些会晤，敦促川普超越长期以来的战略模糊政策，正式声明美国反对台湾独立。作为这种交易型策略的另一个迹象，在预期的领导人峰会之前，中共正考虑应川普的要求，大量采购美国大豆。据接近北京方面的人士称，中共领导层的想法是，既然两国领导人要会面，买点大豆又有什么问题呢？其实习近平应该是大大误判了川普，认为川普对达成全面协议非常看重，所以他会制造各种麻烦，为中美贸易谈判设置重重障碍，同时做好与美国长期对抗的准备。据法国《世界日报》报道，四中全会闭会之际，中共正在经济上做准备，以便更好地和美国对抗。中共在这个会议上频繁地使用海洋气象来做比喻，似乎北京已预见到未来将是格外的艰难。华尔街日报报道也说，中共“15+5”规划目的就在于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强调了实现技术自主和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性。这表明中美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仍不会缓和。目前，中美两国正在争夺未来产业的主导权，尤其是在人工智慧领域。与此同时，中美两国正进行着一场激烈的贸易战。研究机构凯投宏观的分析师朱利安·埃文斯·普理查德说，几乎没有迹象显示中共打算放弃产业政策。在他看来，中共的政策更加左转，更像政府干预倾斜，市场在党的心目中越来越没有立足之地。中共在2015年发布的产业政策“中国制造2025”为中共设定了要主导电动汽车、航空航天和半导体等尖端技术的目标。这个计划虽然实现了许多目标，却大大扰乱了这些产业的全球格局。在截至2025年的5年期间，中共向半导体和 AI 行业倾注了国家支持，目标是摆脱对外国企业的依赖，实现自主可控。凭借这些政策，习近平使中国在电动汽车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占据了全球主导地位，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问题。大量补贴导致过度竞争、通缩压力和企业亏损，无法在国内消化的廉价中国商品涌入国外市场，引发了与贸易伙伴的紧张关系。尽管如此，习近平仍不断强调科技与制造业的重要性。近年来多次提出要着力发展新质生产力，这是向美国发起挑战的标志。会议的结论广泛提到军队现代化的问题，文中虽然没有直接点名美国，但对于美国竞争加剧的暗示显而易见。中共认为必须继续为此做准备。自习近平13年前上台以来，这始终是习近平治国的重点。2021年1月，习近平更提出了东升西降的政治理念，这是他想与毛泽东比肩的强烈政治野心，也是他不想失之交臂的政治理想。所以他很想赢一把，他已经输不起了。川普做的准备也很充分，他口口声声说和习近平关系很好，这并非虚言。在他的字典里，公平公正的地位很高，这是人与人打交道的基础，也是国与国各种关系的基础。所以川普需要调查中共是如何没有履行协议的。据《纽约时报》报道，据2名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政府计划针对中共未能履行其第1任期内签署的贸易协议条款发起贸易调查。美方此举可能是为下周川普与习近平会面之前积累谈判筹码。在中美高层会晤前数天启动这项贸易调查，说明中美贸易战涉及的巨大经济利益关乎双方企业的存亡。这起新的贸易调查会不会成为美国向北京施压的筹码，还是会进一步加剧贸易关系紧张？目前尚有待观察。
根据该协议，中共官员承诺额外采购价值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和服务，包括天然气、大豆和飞机。中方还同意向美国企业开放市场，并加强对美国技术和商业秘密的保护等。一项分析发现，中共远未实现其承诺目标。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计算得出，中共最终仅采购了其承诺数量58%的美国出口商品，甚至未达到贸易战前的进口水平。前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委员迈克尔·维塞尔称，中共对美国生产商和工人造成的影响具有毁灭性。他表示，中共过去做出的承诺未能兑现，必须追究其责任。中共对世界秩序起着颠覆和破坏作用，不履行承诺甚至协议，是中共的家常便饭。中共的目的是把美国从世界老大的椅子上挤下去，他好取而代之。中共向北极扩展，正是中共与俄罗斯联手共同对抗美国和西方的强烈政治讯号。英媒 BBC 中文网10月24号报道，2025年9月22号，一艘名为伊斯坦堡桥梁号的中国籍集装箱船从中国东南沿海的宁波舟山港缓缓驶离，载着数千个标准货柜穿越辽阔的太平洋，转而北上日本海，再钻入北冰洋的寒流。这艘货轮并未选择传统的苏伊士运河或绕行南非好望角的漫长路径，而是首次拥抱俄罗斯的北方海路。经历21天，在10月13号晚间抵达英国费利克斯托港，瞬时引发全球关注。这不仅是全球首条定期中欧北极快航集装箱航线的正式通航，这条航线更是亚欧贸易时程从原本的40到50天压缩到不到3周，节省高达22天航时。这在波兰因为俄罗斯在其边境军演而关闭中欧班列陆运运输，引发中共不快之际，北京终于打出了这一张极地丝绸之路牌，瞬时引发了区域骚动。近年来，北极正日益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共在极地地带的行动频频成为新焦点，也就是说，北极已从边缘地带蜕变为全球供应链及区域政治的新战场。北极研究专家、华府独立智库北极研究所创办人马尔特·胡梅尔特认为，近年来全球贸易中断事件，例如红海危机或与美国日益加剧的贸易争端，无疑提升了北极作为替代航道的吸引力。马六甲海峡困境长期是中共高层焦虑的问题，北极却提供了一个潜在的地缘战略解决方案。从加拿大政府安全部门退休的达尔齐尔则强调，这条路线也关乎中俄关系，折射出俄国回馈中共在乌俄战争中的支援，同时对中共更是对内和对外宣传的抓手，塑造中共为北极区域的参与者，拥有合法的北极利益参与权，更是对华盛顿发出的挑战信号。早在今年初，川普就主张美国应从丹麦手中收购格陵兰岛，认为这对国家与国际安全至关重要。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加速扩建北部海岸的港口基础设施，如摩曼斯克与萨贝塔的深水码头，旨在将北方海路打造成能源高速公路，输送液化天然气与矿产至亚洲市场。但是，中共对北极航线为什么这么垂涎欲滴？据2018年1月习近平政府发布的中国北极政策白皮书，北极航线是中共“一带一路”倡议的北翼延伸，是中共长期布局的产物。面对南海局势、红海胡塞武装袭击及苏伊士运河频发事件，北京急需开发多元战略及商业航线。今年9月初，俄罗斯无人机被指入侵波兰领空，导致波兰关闭与白俄罗斯接壤的边界。中欧班列对欧运输也因此中断，中共随后打出了北极航道牌。据中共官媒央视及新华社报道，北极航道全长约 1.3 万公里，夏季冰况最佳时，航速可达传统路线的2倍。此外，自2023年
红海危机以来，全球航运成本上涨20%，迫使许多欧美船公司绕道好望角，延迟达2周。许多中国媒体称，北方海路让高价值的货物如电子产品与昂贵的药品，可在旺季节省数百万美元。北极专家胡梅尔特指出，北京此举当然不是商业试水，更是战略布局的序曲。他解析称，中共近年来无疑大幅扩张其北极极地能力。今年夏天便有5艘中国研究船只，包括数艘破冰船，在北冰洋执行广泛的研究巡弋任务。去年，中共更是与俄罗斯边境巡逻队在阿拉斯加海岸外白令海域进行联合海上巡逻。胡梅尔特还称，中共的地缘政治与经济影响力，正如其在世界其他地区般持续扩张，而北极并非例外。位于德国柏林的独立智库德国莫卡托中国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李爱玲10月22号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中共与西方的地缘政治竞争正迅速扩展至北京视为其战略野心至关重要的领域——外太空、极地地区、网络空间与深海。日本防卫学者、美国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常伟贤博士强调，事实上，在入侵乌克兰之前，莫斯科对中共在北极的行动并不支持，也心怀戒备。但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后，情况就发生了转变。深陷战争泥淖的普京开始高度依赖中南海支援，并允许共军使用其北极军事基地。自那时起，中共在北极区的民用与军用目的皆可行了。不过，欧洲对中共在北极的势力延伸并非没有反应。欧盟执委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今年7月访问冰岛的时候称，随着北极冰盖的退缩，新现实已浮现，特别是俄罗斯与中共的战略存在与经济活动，欧洲必须适应这些新现实，因此我们将审查我们的北极策略，以确保其有效回应这些新挑战。无论如何，中共开辟的北极丝路仍需停靠欧洲终端港口，无法完全绕过欧盟监管。此外，极端天气是首要挑战。这条北极海路仅夏季至秋季冰况可行，今年运转率不足 30%， 冬季风暴与浮水会延迟航程1周以上。若是船难不幸发生，救援难度很高，也令人却步。但不可否认，北极已成国际大国竞逐的新战场。北京的讯息可谓清晰，冰融时代中共来到了，但谁主沉浮，仍待时机揭晓。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